他是漫威最离谱的父亲，因为他的养子正是那个一个响指干掉一半生命的紫薯精灭霸。他人送外号漫威吕布，因为在职期间连续3次跳槽，堪称3姓家奴。他就是宇宙恶灵骑士弗兰克·卡斯特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宇宙恶灵骑士养大灭霸的故事。惩罚者弗兰肯·卡斯特由于妻儿被杀，成为了一个主打以暴制暴的反英雄。他或许本可以过上135上街巡逻、246处决罪犯的安逸生活，直到他所在的地球遇见了宇宙第一深情哥灭霸。这个宇宙的紫薯精也一如既往地践行着死亡女神第一舔狗的职责，只不过他这次没有借助任何外挂，而是亲力亲为地杀干净了世间一切生命，因此他也被称为帝王灭霸。在帝王灭霸屠杀地球英雄时，惩罚者弗兰克可能由于暂时摸鱼，死于灭霸的某次不明 AOE。濒死时刻，他看着手撕紫薯精，心想：我愿意牺牲一切来惩罚这个紫色王八蛋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在地狱看戏的墨菲斯托露出了淫荡的笑容：你刚才说了一切是吧？然后弗兰克就和黑心老板老莫签下了人生中第一份血汗契约，成了恶灵骑士。然而等他回到现实时，地球早就被灭霸在物理意义上清空了，没人给惩罚者惩罚，也没人让恶灵骑士复仇，没人让他杀，也没人给他爱。弗兰克就这样在空无一物的大地上游荡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，在空虚与孤独中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疯狂。正在此时，天空一声巨响，原来是百战百胜的吞叔闪电登场。只不过他这次不是来吃饭的。吞叔不愧是漫威指定最强木桩，在多年扑街暴毙中练就了极强的抗击打能力。他和其他神一样被灭霸打败追杀，但依然一路逃到了地球，一边喷着粉色的体液，一边像个200斤的孩子一样哭喊着找自己曾经的敌人神奇先生理查兹。然而地球的英雄们早就故去已久，来见他的人只有徘徊在废墟中的恶灵骑士。作为地球最后的居民，弗兰克亲切地接见了委屈的阿吞，知道了灭霸如何在星系间毁灭一切生灵，以及自己如何与他战斗，并在银色滑翔者的帮助下逃脱的故事。了解大致情况后，弗兰克检查一下自己刚签的合同，确定老莫这黑心老板没写不准2次分包，于是便跟吞星商量：吞哥，你看不如这样，你把我变成你的使者，然后咱们去踢那混蛋紫薯的屁股，事成之后这破烂地球你随便啃。于是弗兰克就签订了自己这辈子第2份契约，吞星使者的宇宙强能被注入他体内，与地狱烈焰纠缠在一起，他变成了恶灵骑士吞星使者。弗兰克开着宇宙能量驱动的玄学摩托，和吞叔2人跨越群星，找到了帝王灭霸的位置，正面向他发起了挑战。吞叔亲自出马，那后面剧情不用看也知道了。灭霸轻描淡写的一击，直接将还在冲锋的吞星者消手，但他还是放了无法死亡的弗兰克一马。灭霸表示：我杀不死你，你也打不赢我，那不如跟着哥混，保证有你一辈子都惩罚不完的罪恶。对于帝王灭霸的提议，弗兰克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2份合同，立刻表示：弗兰克飘零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，攻若不弃，弗兰克愿拜为义父。于是他便签下了第3份契约，成为了灭霸的骑士，疯狂泰坦的黑暗先锋官。不过由于公司里除了他就只有帝王灭霸这个老板，所以他既是底层员工又是中层管理，屁大点事儿都由弗兰克负责，甚至包括他用餐后收拾桌子，并把残羹剩饭丢去喂好客。而帝王灭霸则缠上了恶灵骑士的身子，确切说是他的那个脑袋，恶灵骑士的审判之眼，可以用地狱之火灼烧目标的灵魂，对方会一直体验过去对其他被害人犯下的罪行所带来的痛苦。只不过这种鞭挞灵魂的技能对于灭霸来说，非但一点效果都没有，甚至还让他感觉有点爽。因此灭霸每天早上都要捧着他的脑袋，用审判之眼看着自己的人生走马灯。对于他来说，这种行为比吸那些让人快乐的小树叶爽多了。不知多久后，他使用时间宝石帮帝王灭霸绑来了另一个时空中年轻的灭霸，一老一少2个紫薯一起迎战帝王灭霸最后的敌人——堕落的银色滑翔者。面对黑银华带来的湮灭虫族，弗兰克引爆全部力量，轰出一发地图炮，清空了敌人。然而黑银华却没死，反而手持雷神之锤干碎了弗兰克。此后黑银华也被灭霸插死在雷神之锤上。
然后2个紫薯精因为同为死亡女神舔狗，所以又互相大打出手。总之，这都是后话。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，这条时间线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被抹除了，而弗兰克成为了这个平行宇宙唯一的幸存者。因为奥丁看他本是个好人，于是将他捞到了主宇宙的瓦尔哈拉。弗兰克在这儿过了一段维京式退休老干部的生活，每天日常就是喝酒、吃肉、干架，但他对此却嗤之以鼻，对奥丁也没个好脸色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此前的经历应该被清算，自己应该受到惩罚，而不是在这里过好日子。最后无可奈何的奥丁表示，那你爱干嘛干嘛吧，酷炫太空机车和地狱火特效都还你，你要想把精力花在未完成的复仇上，那就去吧，我可以送你去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。于是恢复宇宙恶灵骑士之身的弗兰克表示，老子要去万恶之源之地，灭霸出生时的泰坦星。然后弗兰克就鬼鬼祟祟地猫进了年幼灭霸的寝室，看到了婴儿床上的幼年紫薯。估计弗兰克第一眼看见这个小爸爸时，第一印象估计就是这他妈3岁。俗话说3岁看老，这小紫薯精看面相确实够老的。正当弗兰克准备开火时，这老小子突然从婴儿床上跃起，按着弗兰克就开始一边捶一边喊着找妈妈。情急之下，弗兰克对着小灭霸使用了审判之眼，然而却没有什么用。此时弗兰克才明白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或许他以后会长成毁灭世界的大魔王，但此时他只是个没有身负半点罪孽、穿着纸尿裤的小屁孩，所以就算是审判之眼也无罪可审。一阵头脑风暴后，弗兰克决定把小灭霸绑在胸口，带着他在群星间游行，寻找一个不必让他变成毁灭者的答案。恶灵奶爸堂堂连载。3个小时后，在马库斯星的一个小酒馆里，弗兰克正在等待一个老伙计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就开始给小灭霸剧透未来发生的事情。这时不识趣的酒保过来打断，说咱们这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你儿子未成年，不准饮酒。作为老混混的弗兰克立刻展现出了自己的职业素养。你看看他这憋缺氧的肤色，再看看我这一把老骨头，哪儿像我儿子了？你有本事喊支军队来干我！没一会儿，酒保就喊来了大壮汉经理。结果没想到弗兰克还没说什么，小灭霸武德爆棚，无师自通了酒保混混打架的基本流程，拎着半截啤酒瓶就扑了上去。要不是弗兰克眼疾手快，用锁链把他逮回来，估计手拿凶器的小紫薯能把这酒馆变成鬼娃回魂的拍摄现场。纯真可爱小灭霸疑惑地问弗兰克，既然你说他们早晚会死，我为什么不能送他们提前上路呢？如此睿智的问题让弗兰克也一时想不起，支支吾吾想了半天怎么解释。这时候经理说，你们嘴怎么这么臭，一直在这咒我们都会死。弗兰克听了以后指了指窗外，你自己看吧。原来天空又是一声巨响，拟地吞书再次闪亮登场。正当行星吞噬者准备直接开饭时，弗兰克开着车冲到他脸前套近乎，老吞好久不见呀，咱俩来唠唠呗。对于这个打扰自己就餐的不速之客，吞叔直接从眼睛射出一股宇宙强能。没想到不管是弗兰克还是小紫薯，除了小脸熏的焦黑以外都屁事没有。便问道，你是何人啊？弗兰克说，关于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，老吞你不是会读心吗？直接扫一下我大脑算了。说完吞叔就读取了弗兰克的记忆，强烈的冲击差点把弗兰克 CPU 干烧了。读完存档的吞星者表示，你小子事后不是还背叛到灭霸那儿去了？这小紫薯精就是幼年灭霸是吧？这样你把他交给叔处理，杀掉他就能避免很多灾难。听了吞星的建议，弗兰克低头看了看幼年灭霸紫薯脑袋上那双满是无辜的大眼，心一横对吞星说，你要想动这泰坦宝宝，得先踏过我的尸体。话音刚落，弗兰克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光头，他是观察者尤阿图。弗兰克乐了，观察者只有在重大改变时刻才会出现，所以这证明他可以改变一切。说完，不给面子的观察者马上打脸，他说弗兰克是在改变一个宇宙的常量，自己的出现是为了见证历史上所有生物做出过的最坏决定，以及他即将招致的结果。而如今在弗兰克的选择下，一条惩罚者养育灭霸的时间线新鲜出炉，而与之对应的变数也即将随之而来。话音刚落，强烈的爆炸就将弗兰克击飞，一个加大码的皮靴踩在了弗兰克的鱼缸脑袋上。来这儿一边用枪对着他，一边自报家门，我叫内森·萨默斯，我来自未来。原来来者是漫威著名时间旅行者雷射眼的儿子雷索，
他经常跨越时空找人算账。如今这个超时空会计来到这里，很显然是弗兰克保护灭霸的决定，在未来导致了某种不可挽回的结果，并且把电索这个倒霉蛋也卷了进去。不过这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弗兰克知道，过一会儿他将为了这个幼年灭霸杀尽前来阻挡的一切英雄。